注意看，中国选手蔡雄雄和团队到亚美尼亚打比赛，可他们老外却不讲武德，一发重拳偷袭将蔡雄雄打到昏厥。不仅我们中国教练和赛事方不满，甚至还被他们本地的赛事方围殴。毕竟这些败类破坏了体育精神，而且日本拳坛又闹出幺蛾子。日本富豪为他的儿子举办了一场比赛，而这个日本富二代傲慢无礼，发布会就敢对中国选手拳打脚踢。虽然现场工作人员极力阻拦，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拉偏架。一群人控制中国选手，却只有一个人象征性拦了下日本富二代。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中，这小子再次恶从胆边生，不仅嘴中肆意嘲讽中国选手是不自量力，甚至一脚踹向小伙的肋骨，导致中国小伙遗憾因伤退赛。最让人气愤的事情就是日本富二代在比赛当中丝毫不顾及裁判的阻拦，恶意踹向小伙的脑袋。如果这还能忍，那还真是愧对我们的列祖列宗了。抗日勇士亚男霸气迎战，他绝对是对小日本子下手最狠的选手，在日本取得38战全胜的傲人战绩。和他交战的对手纷纷跪倒在他的拳脚之下。面对这些更赳赳的家伙，从来都是能下死手就绝不留情面，亚男绝对称得上是他们日本选手的克星。眼前之人就是日本富二代卢泽龙城，接连2次的偷袭得手，显然把洋洋得意挂在了脸上，认为此次和往日比赛并无不同，依靠日本裁判徇私舞弊，以此轻松实现连胜的战绩。但显然这次亚男信心百倍，眼神中的怒火要将对手焚烧殆尽。对于亚男来说，比赛输赢不论，最重要的就是让对手付出代价，而结果也是说到做到。话不多说，进入比赛当中，台下的日本裁判嬉皮笑脸，显然是在讽刺亚男的不自量力。然而比赛刚开始，亚男真刀真枪冲了上去，将对手打到跪地求饶。日本选手起身之后，亚男气冲冲上去厮杀，结果被日本裁判阻拦，强行给卢泽龙城休息的时间。对此我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亚男才不管你是什么小鸡小狗，踹起拳头就是一锅端。此次击倒之后，卢泽龙城显然是被打急了眼。他的父亲是当地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而他作为富二代从小养尊处优，习惯性的欺负完别人用钱解决。虽说没有钱是不能的，但钱也绝对不是万能的。愤怒的亚男一脚将对手砍翻在地。亚男开始重拳猛攻，以我看，就像是拳头编织的天罗地网，并且完成对卢泽龙城的第4次击倒。5次击倒对手实属罕见，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往往选手防御出色，击倒对手需要足够的技巧和力量，而亚男之所以把对手几次3番击倒，完全就是实力的碾压。反观卢泽龙城被打急了眼，对着空气不断挥舞王八拳，如此匹夫之勇，定然会被强大的亚男斩于马下。日本富二代眼神涣散，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检查，他因为严重的脑震荡而被强制终止了比赛。可此次事件却远远没有结束。赛后，日本富二代在媒体前宣布，自己将用8000万日元花红聘请黑市地下拳王和亚男决一死战。亚男在现场使用吐纳呼吸之法，仿佛现场的中国观众赐予了他无穷力量。比赛中同样的杀伐果断，同样的拳重如铁，老铁们沉浸式欣赏。被击倒后，这家伙竟伸出手挑衅，看来还真是茅坑里点烛火，找死呢。在数次击倒对手之后，因为脑震荡导致起身困难，日本裁判连忙叫停比赛。正所谓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嚣张的外国选手仗着主场优势，几次3番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简直嚣张至极。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老铁们认为这2场比赛精彩吗？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